大家好，我是小磊。今天的视频我们来聊起上市1年多的网红车型，来自奔达金吉拉300。尽管这辆摩托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，但也不可否定它是一台很热门的车型。到现在为止，依然需要等车3个月或者加价提车，也是国产摩托除了豪爵以外少有的保值车型。以视频里这台高配车型为例，2021年4月出厂，目前行驶7000公里左右，车主改装了防摔护杠、射灯、别包，依然可以卖到2万左右。这个保值率真是意料之外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车型热门，厂家饥饿营销，导致新车需要等，所以二手价格居高不下。当然能卖这么火，厂家精准的抓住年轻消费群体。高颜值的外观，微缸发动机，马蹄声浪，皮带传动 ABS， 2万多的价格，得屌丝者得天下。但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说，它这个大灯照明效果一般，所以车主改装了射灯。且减震器用的是国产余安品牌倒置减震。我身高1.76米，体重180斤，会感觉有点偏硬。后刹车的油缸在排气下面，这个后刹车轻踩没有反应，稍微踩重一点，很容易触发 ABS， 感觉后刹效果不是那么线性。但是关掉 ABS， 玩一个甩尾还是很不错。另外压弯的时候总感觉会磨到这个部位。温馨提示：走些草地、非铺装路面，多检查下油管。另外它用的是298cc 微缸8气门发动机，最大功率22.5千瓦，最大扭矩25.3牛米，油箱容量15升，用了一块复古圆形仪表。车把的按键都是通用键 ，ABS 可以关闭。这块仪表很复古，但基本信息都可以看到。且刹车是一个单碟盘，高配用的腾森轮胎，抓地力一般，胎面较硬，比较耐磨。且刹车 ABS 介入相对靠后，制动偏软。车把下方配备一个5伏 USB 充电接口。先启动一下，听一下发动机声音。别的不说，这个排气声浪的确特别炸，实际骑行也有拉扯感，动力并不弱，但是并没有测极速，因为这辆车是我们当地车行的摩托。大家可以在快手或抖音搜索达起腾越车行，这个老板很佛系，店内委卖同 V9S、V8S、手机支架、头盔、机油、链条油都在他的抖音、快手号随机赠送，此前大多都送给了当地车友。这台金吉拉300虽然没有测极速，但依然测出了1档最高时速63公里。2档最高时速96公里，3档跑到120还没有断油，应该可以更快。但是我减速了，因为大爷在绕城路放羊。不过这不重要，习惯就好。它这个后视镜为了更复古，使用了圆形在车把尾端，但它的材质就是一个通用件，可视范围特别小。离合器轻捏一下没有反应，必须要捏到底才可以换挡。这个也无所谓，但是离合器有点偏硬。撒把之后也没有出现跑偏的情况，时速50，身体晃动也没有出现龙头摇摆。后面我又试了一下时速90，撒把也没有跑偏，也试了一下时速70，摇摆车身也没有发现龙头摇摆。其实这一点我还是比较意外的。这辆摩托超过4000转，它的震动非常明显，但是奔达很聪明，座椅、脚踏、车把可以感受的震动大约只有实际震动的20%。如果你夹住油箱骑，就和震动棒一样。但是谁骑太子摩托会夹住油箱骑？另外，它在城市里骑行最舒服的档位就是4档50公里、5档60公里，1、2、3档在30公里左右都会有很强的闯动感，甚至速度20会出现脱档的感觉。总体来说，金吉拉动力还是可以的，整体操控车架非常直，并不是那么灵活，新手需要稍微适应一下。至于网上出现了很多质量问题，我觉得买国产摩托会有个概率，有可能几百公里就坏，20公里漏油，但也有很多骑了几千、几万公里没有修过。总的来说，金吉拉能火还是有它的亮点。或许你不喜欢它，但是喜欢它的需要等3个月才可以提车，所以骑了几千公里没有出问题的就变得异常抢手。就聊这么多吧，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，所以哪里不对多多包涵。水一期视频，拜拜，再见。